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今天我讲两个话题。第一，中东战争在过去一周出现了关键的变局，戏剧性大事件背后更隐藏着扑朔迷离的谍战高潮。第二，依然是有关中国经济的话题。习近平站在性情顽固和决策多变之间的玄学之地，把中国股市也带入了一个奇特的境地。与此同时，美国投资界回看10多年的数据，正是把中国概念股命名为投资人的销金窟。对于那些只对中国经济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跳到本期节目的后面，我会在节目下面的留言区提供每个主要话题开始的时间，以方便大家快速跳转。当今世界两大战争之一的以色列战争，在过去一周终于出现了关键变局。哈马斯核心人物辛瓦尔被以色列击毙。随着击毙辛瓦尔的更多细节曝光，一个以色列和伊朗高层之间的神秘互动再次隐隐呈现在我们面前。自2023年10月7日以色列遭受他建国以来最残酷的恐怖屠杀后，10月屠杀的总策划师哈马斯头目辛瓦尔就成为以色列加沙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以色列国防军的所有士兵，还有以色列情报系统的所有间谍们，使用了以色列能够调动的一切技术和先进武器，在过去1年中日复一日地寻找辛瓦尔的下落，但是一直没有成功。辛瓦尔思维缜密，行事低调，非常警惕和多疑。他本人是个以色列通，他人生的黄金时间从26岁到48岁这22年是在以色列的监狱中度过的。一般人把这22年看成是辛瓦尔的牢狱之灾，但是以色列的监狱带给辛瓦尔的却是一个让他潜心学习提升的机会。一方面，以色列的医院为辛瓦尔成功切除了一个脑瘤，解决了他的一个顽疾；另一方面，在以色列监狱中，辛瓦尔大量学习和写作。期间，他写了一本名为《荆棘与康乃馨》的小说，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同时，他还学会了以色列的希伯来语，随后就开始大量阅读以色列的新闻，深入了解以色列的文化和社会。而且他还翻译了以色列前安全机构负责人的自传，借这个机会深入透视了以色列安全部门的运作机制。因此，在过去1年中，辛瓦尔实施的一整套自我安全防范措施非常有效，其中包括不断更换藏身地点，放弃所有现代通讯设备，用纸质信件和亲信口头传话的方式和外界通信。这些措施极大地增加了以色列定位辛瓦尔的难度。好几次，以色列几乎确信他们就要抓住辛瓦尔了，但最后辛瓦尔却总是能领先一步，从以色列的手缝中逃脱。有一次，以色列士兵冲入了一个确信是辛瓦尔藏身的地下基地，他们看到桌上还有一杯发烫的咖啡，室内却空无一人。后来以色列军方确认，那杯咖啡就是辛瓦尔刚刚还在喝的，但是辛瓦尔就在以军到来前的那一刻神奇地逃脱了。但是2024年10月16日这一天，辛瓦尔的运气终于用完了。数周以来，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得到消息说，辛瓦尔就藏身于加沙南部拉法市的特尔拉尔苏尔坦地区。那么以色列情报部门是如何得到这个机密的？以色列的情报系统包括3大机构。第一，辛贝特，以色列内部安全局，相当于美国的 FBI。 第二，摩萨德，专门负责海外情报工作，相当于美国的 CIA。 第三，军事情报局，这是一个隶属于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事情报机构。根据辛贝特前高级官员哈南的说法，以色列关于辛瓦尔藏身地区的评估是基于以色列军方情报局和以色列内部安全局辛贝特收集的情报得出来的。报道中没有细谈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收集到的这个情报，对此我会在后面给大家剖析。辛瓦尔藏身的拉法市距离加沙和埃及的边界只有2公里，是以色列军队在加沙战争中正在进攻的最后一个大城市。拉法市的特尔阿尔苏尔坦地区曾经是一个繁忙的社区，自从以色列军队开始对拉法市发起进攻后，这个社区几乎已经空无一人。
很快，以色列情报部门在这个社区的一个地下隧道中发现了辛瓦尔的 DNA。跟踪以色列战争的朋友可能还记得，9月1日，以色列曾宣布在拉法的一条地下隧道中发现了6具被哈马斯处决的以色列人质的尸体。发现辛瓦尔 DNA 的地下隧道的位置和人质被处决的隧道位置相距只有几百米。随着以色列军队对这个地区合围的口袋越来越小，以色列情报部门觉察到，潜伏在这个地区的辛瓦尔经常从一栋空房子转移到另一栋空房子。以色列推测，辛瓦尔可能正试图逃离这个地区，向北逃到加沙其他已经被以色列军队扫荡过的地区。尽管以色列的口袋越收越紧，但是以色列军方还是不能确切知道辛瓦尔所在的位置。以色列的步兵450营是一个训练营，在和平时期主要负责训练以色列国防军的新兵和军官。在战争期间，这个训练营就会转变为一个作战营，直接参与实际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军方这种灵活安排非常聪明，他给训练营的教官和学生机会，可以将最新的战术和技能直接应用到战场，同时通过参与实战，也为训练营的学员提供了真实的战场经验，并提升未来军官的实战能力。10月16日周三，450营的一个步兵分队被安排在一个街区清理残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同时寻找哈马斯的隧道和军事据点。突然，他们看到有3个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从一栋已经被清空的建筑中走出来，2个人用毯子裹住自己，这2人后面还有1人，显然前面2个裹着毯子的人是在带领和保护着第3个人。以色列军队立刻对这3人开火，在密集的枪声中，这3个人分别向不同的方向逃跑。那个被保护的第3人逃入了附近一栋棕色的多层建筑楼中。于是以色列坦克瞄准这个建筑，就发射了一枚炮弹。在尘埃落定后，以色列军方派出一架无人机飞入残破的建筑中查看情况。这个无人机拍摄的视频就是以色列军方后来发布的那个著名的在网上广泛流传的展现辛瓦尔最后时刻的无人机视频。视频中显示，这座建筑严重受损，满地是尘土和碎片，四处是裸露的电线和散落的家具。视频中，一个男子瘫坐在一个椅子上，背对着无人机，脸上蒙着一块布。后来以色列确认那人就是辛瓦尔，但是当时参战的以色列士兵根本没有想到，那人就是他们苦找了1年多的辛瓦尔。当时辛瓦尔的右手臂似乎已经受伤了，当他看到无人机后，他突然转身，用左手向无人机扔了一条棍子，试图以此把无人机击落，但是没有成功。以色列军方提供的无人机视频到那里就戛然而止了。在战场的当时，一个以色列的狙击手通过无人机的视频获得了辛瓦尔的位置，然后从远处瞄准辛瓦尔，一枪正中他的头部，成为对他的致命一击。450营的军官随后还下令让坦克对这个建筑再次开火。这次炮轰导致整个建筑彻底崩塌。与此同时，450营的士兵向躲入另一建筑的另外2名武装分子开火，并把那2人也击毙了。因为当时以色列士兵并不知道这3人的真实身份，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每天进行的冲突中的一次罢了。于是战斗结束后，450营的士兵就继续攻击前进到其他街区了。第二天10月17日早晨，以色列士兵再次返回这个地区。这时有士兵注意到，其中一个半埋在废墟下的死去的人，居然穿着陶瓷防弹背心，而且那个人看起来很像辛瓦尔。每个参战的以色列士兵都每天随身带着辛瓦尔的照片，因此每个士兵都对辛瓦尔的面相非常熟悉。于是以色列士兵迅速把这个消息向他们的军官做了汇报，然后这个消息通过以色列军队的指挥链迅速向上传递。同时，以色列安全局辛贝特的高级官员也得到了消息。450营的士兵在随后的进一步搜索中，发现了价值约$11,000的以色列货币新谢克尔的现钞。他们还发现了一份巴勒斯坦护照，但是护照上的名字并不是辛瓦尔。很快，那张显示和辛瓦尔长得很像的尸体的照片
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了。以色列官方至今也不知道那张照片是如何流传到网上的，但是这张照片却逼迫以色列政府不得不回应来自各方的询问。10月17日周四下午，以色列军方发布官方声明称，正在努力确认一具尸体是否是辛瓦尔。同时，以色列在私下告知美国，辛瓦尔可能已经被击毙了。尽管尸体和辛瓦尔本人的面相已经极端相似了，但是做事非常谨慎的以色列人还是花费了数小时，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来确认被击毙的100%就是辛瓦尔。以色列警方法医证据研究所将尸体的牙齿照片与他们在20年前存档的当时在监狱中服刑的辛瓦尔的牙齿图像进行了对比。警方后来发布的死亡者口腔照片显示出同样的拱形缺口牙和上牙中间的缺口，这成为确认死者确实是辛瓦尔的第一条证据。随后，他们收集了尸体的 DNA 样本和指纹，并把这些信息和以色列监狱系统和以色列卫生部记录的有关辛瓦尔的指纹和 DNA 记录进行了对比，最终100%确认被击毙的就是辛瓦尔。在法医报告中有个令人惊讶的细节，尽管辛瓦尔可能长期潜伏在地下掩体内，但是他的身体却没有任何营养不良的迹象。他体重152磅，身体状况显示他饮食长期营养充足。10月17日周四晚上8点，以色列军方正式宣布辛瓦尔的死亡。30分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了一个短视频，视频中他站在一面以色列国旗前，向世界宣称：“我今天站在这里宣布，叶海亚·辛瓦尔已经被击毙，消灭他是哈马斯邪恶统治衰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我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无论内塔尼亚胡如何说，辛瓦尔之死绝对意味着以色列战争自此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拜登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开始向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充分利用击毙辛瓦尔这个关键时刻，重新启动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和交换人质的谈判。而且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在他讲话中暗示了，未来战争的焦点可能会从消灭哈马斯残余势力转移到把仍被哈马斯绑架的以色列人质带回家。回看以色列击毙辛瓦尔的过程，得知他藏身于拉法市特尔阿尔苏尔坦地区的消息毋庸置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以色列情报部门到底是如何得到这个关键情报的？根据我的分析，这个关键情报大概率来自伊朗的核心高层，来自以色列成功在伊朗核心高层安置的一个情报网。是的，你没听错，以色列情报系统成功的在他的宿敌伊朗的权力核心，包括伊朗革命卫队中安置了一个极端高效的情报网。看过8月3日节目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我在那期节目中详细讲述了以色列是如何启动他们安置在伊朗国民卫队中的2名线人，成功在7月30日炸死访问伊朗的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的。那个炸死哈尼亚的炸弹居然是2个被以色列收买的伊朗国民卫队的官员在爆炸2个月前秘密安置在哈尼亚经常入住的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招待所的房间中的。而那2个伊朗内部的以色列间谍在安置完炸弹后，还悠悠然地成功乘飞机逃离了伊朗。整个过程精彩纷呈，建议还没看过那期节目的朋友去看看那期节目。那个事件就把伊朗国民卫队已经被以色列渗透的事实全面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伊朗高层因为那个事件，在伊朗权力高层中展开了一轮全面清查内鬼的行动。但事实证明，伊朗的那次内部大清洗彻底失败了，因为在过去2个月中，以色列多次成功击毙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的高级领导，特别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领导层，几乎已经全部被以色列给提早送走了。最让伊朗高层和真主党震惊的一次刺杀行动发生在9月27日。当天，以色列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钻地弹，摧毁了深埋地下的真主党地堡，精准击毙了当了32年的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
那天纳斯鲁拉原本是安排和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叫尼尔·弗鲁尚的高级军官会面，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会面特意选在那个加固的地下指挥室。尼尔·弗鲁尚当晚是从伊朗德黑兰飞抵黎巴嫩贝鲁特，然后直接从飞机场被带到位于贝鲁特哈雷特赫雷克居民区下方的那个真主党的地堡中。他到的时候，纳斯鲁拉还没到。随后，在纳斯鲁拉进入指挥室不久，以色列的钻地弹就从天而降，一下就直接把纳斯鲁拉和尼尔·弗鲁尚都变成了伊朗的烈士。以色列这次打击的地点和时间竟然能够精准到这个程度，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怀疑，是尼尔·弗鲁尚的身上被某个以色列安置在伊朗的内鬼设置了某种高精尖的跟踪仪器。在纳斯鲁拉被杀后2天，伊朗革命卫队的精锐圣城军的指挥官卡尼专程赶到黎巴嫩去评估以色列轰炸现场的情况。这个卡尼是什么人？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2020年1月，在川普还任美国总统时，美军曾经用无人机刺杀了圣城军的前任领导人苏莱曼尼。这个卡尼就是接替苏莱曼尼的，他因此是圣城军的新负责人，在伊朗应该也是一个一言九鼎的高层核心人物。但是4天后，更神奇的一刻发生了。当时真主党刚刚选出了老书记纳斯鲁拉的接班人，叫萨菲丁。真主党有一个资讯委员会，这个资讯委员会的委员都是真主党的一众大佬。萨菲丁走马上任后，决定召集资讯委员会的委员们开一次会。在会议那天，真主党新书记萨菲丁特意给在黎巴嫩出差的卡尼发出邀请，希望他也能来参加这个新人上任的会议。卡尼原本是满口答应了，要出席这个会议，但是在会议开始前不久，卡尼突然发来消息说道歉，因为有事无法脱身，所以没法参加萨菲丁召开的这个会议了。萨菲丁也没多想，如期召开了这个委员会的会议。结果大家后来都知道了，10月4日，在会议正在进行时，一批威力空前的以色列炸弹就从天而降，把召开会议所在的房子和周边的4栋大型住宅楼都夷为平地。沙菲丁和一众大佬再次被以色列给先送走了。这2次轰炸的会议地点，真主党都在事先告知了伊朗高层。真主党目前内部的共识是100%是伊朗的内鬼给以色列泄露的情报。随后，原本应该参加会议却莫名其妙躲过这一劫的圣城军领袖卡尼就神奇的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据一个叫中东眼的媒体引用消息人士的说法，卡尼和其他伊朗高级将领已经被伊朗高层软禁起来了，目前正在接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直接监督下的审讯。但是10月16日，卡尼却突然再次现身公众活动。就在大家不自觉地思考伊朗高层抓内鬼的行动到底在往哪个方向发展时，1天后10月17日，以色列就确认了辛瓦尔被击毙的消息。知道辛瓦尔藏身之处的人非常少，只有个别几个他利用来和外界联系的亲信。同时，辛瓦尔和伊朗必须保持联系，因为哈马斯需要伊朗给他不断提供军事援助，因此伊朗高层应该和辛瓦尔的亲信保持着某种有规律的联系。通过这样的联系，伊朗人虽然无法直接接触辛瓦尔本人，但是对他大概藏身的区域应该可以从和他亲信交互的过程中估算出来。这样的信息属性和我们前面提到的以色列情报部门得到的辛瓦尔藏身地区的情报的属性完全一致。再回看过去几月，多重迹象显示，伊朗高层内部有人在不断为以色列情报系统提供机密情报，因此这次以色列获得辛瓦尔藏身地区的机密情报，大概率也是来自以色列埋藏在伊朗高层内部的内线。以色列在伊朗权力和情报核心安置了这样一个高效的情报网。我发现，当我以这个视角再去看目前中东的多方博弈时，很多事情就一下变得更好理解了。下面我们来谈中国经济话题。
在一个安静的商场中，如果有一个人突然大喊一声，商场所有的人都会扭头看大喊的人。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开始大声说话、大喊大叫，这时就不会有人再在意下一个喊叫的人了。中国国务院各部委搞得连绵不绝的新闻发布会，就是这样一个状态。9月24日，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出来喊的第一嗓子，真的是把全世界人都惊到了。10月8日，发改委的新闻发布会同样让人期盼，并引发海内外中国概念股的认真解读。10月12日，财政部的第3个新闻发布会就基本把一般人的期待感给消耗完了。等到10月17日，住建部的新闻发布会时，那就差不多是个普通新闻了。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布会就几乎没人太看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股市靠经济刺激政策激荡的这轮状态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这么多部委为什么一下子都出来看新闻发布会？大家其实都知道，他们是在表演，演出的对象就一个，那就是习近平。在习近平告诉他们自己对中国经济的焦虑后，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要表现一下。但是这些部委出台的政策，无论中国媒体再烘托，也掩盖不住他们那无新意的陈腐气息。其中原因我在上期也分析了，因为他们知道习近平虽然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在焦虑，但是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顶层设计却根本没有改变，依然是要刺激供给而不是刺激消费。政府要支持的重点依然是高端制造业。习近平表面突然要求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从这一点上大家又一次看到他决策多变的特点。但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发展大方向的认知固化，又是他个性顽固那一面的展现。习近平的这个状态就注定了目前所有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本质都只是战术层面的小改动。一旦这轮经济刺激政策已经不能再引发中国股市的激情，中国股市的关注点就自然会向虚无中漂移。10月17日，习近平在安徽视察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人生能有几回搏”，然后要求大家放开手脚，继续努力，为实现技术自立自强贡献聪明才智。习近平这些话一经报道，一时迷失了方向的中国股票市场立刻被这句“人生能有几回搏”的说法给激荡得热血沸腾。媒体和股民也互相打鸡血，喊出了什么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喊单行情。于是被习近平点名的中国科技类股票开始一路狂涨。不仅如此，一个叫亿博科技的股票在18日下午居然暴涨20%，涨停了。亿博科技到底是干什么的？没人在意，因为此时中国股市最关键的一个概念就是搏傻。习近平都说了，人生能有几回搏。在习主席的号召下，中国股市在一瞬间就绽放出最灿烂的搏傻赌场的万丈光芒。不过玩笑话说说就罢了，我也知道在股市亏钱会让人特别不爽。一方面经济方面的损失真的让人心疼，另一方面投资决策失败会让人对自己的决策力产生怀疑，这种感觉让人有往伤口上撒盐的痛苦。不过对于那些身处中国因此只能投资中国股票的朋友，今天我告诉你，其实有一群人，他们远比你们更痛苦和难过。身在中国的投资人没有便利的机会投资美国或其他正常的金融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复被中国股市虐，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情有可原。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有那么一群身在美国却放弃投资美国股市，反倒要投身到中国股市的美国投资人，他们在上缴智商税这方面的那个凄惨状况，那才真是一言难尽。10月17日，彭博社刊登了一篇文章，直接说中国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就是美国投资人最大的财富破坏者。用中国话讲，中国股票就是美国投资人财富的销金窟。这个结论是彭博社分析了过去10多年美国金融市场各种投资基金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在美国，最不用动脑子的长期投资方式就是闭着眼睛买和美国标普500指数相关的基金。
一个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标普500指数基金叫 SPY， 它在过去10多年中有1590亿美元的净流入资产，而目前已经成长成5930亿美元的资产，是净流入资产的 3.73 倍。这是美国过去10多年无脑投资的回报。虽然很多基金都跑不赢标普500指数，但是在代表美国股市大盘的标普500指数涨成这个样的情况下，如果你选的基金居然还亏了钱，那就不得不把这个损失交智商税了。彭博社的文章首先分析了一个和中国互联网企业相关的基金，叫 KWEB。 这个基金自从2013年成立以来，吸引了超过120亿美元，但因为基金中对应的中国股票不断跌价，这个基金目前只值77亿美元，11年累计价值暴跌了43亿美元。美国投资市场其实是一个全球投资市场，代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基金，代表各种投资理念的基金，这里都有，五花八门。在过去10多年中，在美国市场众多基金中，中国互联网这个基金竟然在财富缩水幅度方面成为排名第2的销金库基金。彭博社的分析还发现，在美国市场中，4只最大的中国基金居然有3只基金的资产在过去10多年都跌破了累计流入资金的数量，荣登销金库基金的行列。没有任何其他投资类别出现如此高的赔钱比例。其中 iShare 名胜中国基金的资产减少了17亿美元，在所有美国销金库基金中缩水幅度排名第6。因此彭博社把中国股票交易基金称为美国投资者最大的财富破坏者。文章还发现，中国基金亏钱的原因是中国股市有一种独特的陷阱模式，能诱惑投资人在最坏的时刻买入。中国股市时不时就会出现一轮暴涨，于是大量的投资人会被这轮暴涨的情绪激荡起来，开始往中国基金中大量投钱。但中国股市又会迅速回落，然后进入一个漫长的阴跌期，把投资人的钱给彻底套牢。前面提到的中国互联网基金 KWEB 在2021年就经历了这样戏剧性的过程。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从2020年疫情中复苏，于是一些美国投资人看好中国。没曾想2021年下半年，中国房地产突然崩溃，雪上加霜的是，当时自信满满的习近平开始对中国各行业大打出手，中国股市因此快速进入下跌轨道。美国投资人单纯从经济数据上分析价值，完全不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基于幼稚的分析，他们不断买入下跌的 KWEB 基金，结果被越套越牢。那一年，美国投资人在中国互联网基金中投入了创纪录的74亿美元，而这个基金的价值却暴跌了 52%。有多少人能从历史学到真的认知？认知决定命运，韭菜不分产地。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